很多人看到罪这個字，第一反應都是抗拒，我又沒殺人放火，警察都沒抓我，你憑什麼說我有罪？確實，在我們的文化語境裡，罪幾乎就等同於犯罪。但我要告訴你，聖經裡的這個罪，可能是人類歷史上被誤解最深的一個字。它指的根本不是你有沒有坐牢，而是一種更深層的生命狀態。一般人會以為如果我一輩子不做壞事，多做好事，比如說每天都扶老奶奶過個馬路啥的，我就不是一個罪人了。但其實事情的真相沒有那麼簡單。好比你用牛頓力學解釋宏觀低速運動，日常生活夠用了，但解釋不了宇宙的本質。有些熟悉佛教的人也喜歡用貪、嗔、痴等佛門用語來類比罪，但是佛教是內向的，他認為問題出在人的無明和執着，解決方式是看破紅塵，消除慾望，這是一種心理治療。基督教是外向的，罪不是因為你有慾望，而是你的慾望用錯了方向，用來滿足你慾望的容器太小了。佛教要求你消滅慾望，基督教要你矯正慾望，把它指向無限的神。讓我們像做 CT 掃描一樣看罪。最外層的行為是暴力、偷竊等等，這是法律管的。這些行為的共同點是侵犯邊界，侵犯他人的生命權、財產權或者身體權。這是物理層面的衝突。如果罪只停留在這裡，那我們只要警察和監獄就夠了，不需要信仰。第二層被稱為扭曲的慾望，關鍵詞是貪婪、色慾、暴食、懶惰。他們不一定犯法，但一定讓人不舒服。這一層的共同點是過度攫取。貪婪是想要更多的滿足感，卻寄托在物質上；色慾是想要親密關係，卻剝離了責任；懶惰是想要不勞而獲。正如奧古斯丁說的，慾望本身是好的，但你對他們的渴望溢出了原本的容器。第二層的罪就是過度的、放縱的慾望。第三層是毒性的心理，比如嫉妒、仇恨、冷漠、驕傲，這些完全是心理活動，別人看不到。這一層的共同點是自我中心。嫉妒就是為什麼他有，我沒有？潛台詞是宇宙應該圍着我轉，上帝分配不公。仇恨就是他冒犯了我，他必須付出代價。潛台詞是我是審判者。驕傲就是我比別人強，別人都不如我。潛台詞是我是神。這是參考系的錯誤。你把自我設定為宇宙的絕對原點，所有事情都必須根據是否對我有利來計算。當然，罪的清單遠不止這些。基督教認為，所有這些罪，如果不看表象，只看源頭，其實只有一條，那就是驕傲。這裡的驕傲不是指我考了100分很自豪，而是指 C.S. Lewis 所說的巨龍般的驕傲，即我想要在這個宇宙中佔據比我應得的更多的空間。貪婪是我想佔據更多的資源。嫉妒是我不允許別人佔據比我好的位置。暴力是我要消滅那些佔據我空間的人。所以，普通人理解的罪是一張清單，而基督教理解的罪是一個黑洞，就是那個不斷坍縮，只想吞噬周圍一切來滿足自己的自我。說完了罪的表象層，我們進入到罪的本體層，也就是善惡的定義權。我們要討論的是宇宙的度量衡。聖經的創世紀中，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，不是因為貪吃，而是受不了誘惑，想和上帝爭奪系統的 root 權限，也就是我要自己來定義善惡。這就好比不要讓運動員兼任裁判員，因為他一定會判自己贏。如果由人自己來定義善惡，大腦就會變成自己的辯護律師。當人類想做一件壞事，他不會對自己說我是一個壞人，我想做壞事了，而是說我有不得已，我遭到了不公，我這麼做是為了某個偉大的理想。總之，只要善惡的定義權掌握在自己手上，人類就會有無限的潛能來把自己的動機和行為合理化。看看歷史，為了宏大的目標，砸爛文物，背叛家庭曾被定義為最高尚的善。只要目標足夠神聖，當下的殘忍就可以被忽略。這就是人定義善惡的結果。過去100多年，最大規模的殺戮和悲劇，是因為一群人覺得只有我們掌握了人類的唯一真理，道德標準隨着政治風向和領袖的意志瘋狂漂移。如果善惡不是上帝定義的絕對真理，而只是人的社會契約或者文化產物，那麼當兩個人的定義衝突時，就會發生誰的拳頭大，誰說了算，誰掌控了媒體和軍隊，誰就是善。我們需要一把絕對的尺子，才有資格說納粹是錯的，而不僅僅是失敗的。否則，
正義只不過是強者的說辭，歷史的主旋律仍然是弱肉強食，成王敗寇。所以，勇敢承認人類無法定義善惡，才是最大的智慧。最後，我們來講一講偶像崇拜。我們要解決的是機制問題。如果不信上帝，那個空出來的神的位置會被什麼東西填補？以及這種填補為什麼會導致系統崩潰？聽到拜偶像，大家可能覺得這跟現代人沒關係，那是愚昧時代的迷信。但在聖經的邏輯裡，偶像不僅僅是指某個人，任何東西，只要你把它看得比上帝更重，你把終極的安全感、價值感、幸福感寄托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你的神。我們的靈魂裡有一個無限的洞，只有無限的上帝才能填滿。如果不装上帝，就會裝別的。世界上的萬物，錢和權、愛、科學、國家，都是有限的。當你把無限的期待壓在一個有限的承重結構上時，結果必然是結構性坍塌。這不是上帝小心眼，你不拜我，我就弄死你，這是宇宙的物理法則。現代人的三大隱形偶像，第一是物質偶像，比如金錢。我們認為金錢能提供絕對安全感，但當經濟危機來臨，拜金錢會徹底崩潰，因為給予他們無限寄托的神死了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金錢是很好的僕人，但卻是最殘忍的主人。把愛情或者戀人當偶像，你是在把戀人當神，要求對方給你提供只有神才能提供的無條件的愛與永恆的滿足。這沉重的期待會壓垮對方，也毀了關係。把科學當偶像，陷入技術的傲慢。現代醫學確實可以做到生理性的變性，但它仍然解決不了我是誰這一核心問題。許多年輕人認為變性是重啟人生的妙藥，技術給了他們掌控一切的幻覺。但人性就是男女有別，當他們發現手術後那個內心的空洞仍然存在時，科學卻兩手一攤，說由於技術限制無法復原。大衛·福斯特·華萊士說，無論你信不信教，其實都沒有無神論這回事。每個人都在崇拜些什麼？如果你不拜上帝，你崇拜的那些非神的東西會一點一點吃掉你。可怕的是，你可能都沒有意識到，偶像崇拜不是迷信，它是系統性的非法依賴和負荷過載，最終導致死機。正統的基督教之所以反覆講罪，不是為了讓你內疚，而是為了幫你確診。我們今天談人性本罪，絕不是為了像中世紀那樣賣贖罪券搞交易，也不是為了像現代某些運動那樣搞群體贖罪，讓你因為自己的身份向另一群人無限磕頭賠罪。恰恰相反，基督教的罪觀是人類平等的最大保障。它的邏輯是，在上帝面前，眾生皆為罪人，這意味着我們都在同一個道德 ICU 裡。既然大家都是病人，就沒有誰有資格站在道德高地上去勒索、審判或者要求別人向自己贖罪。所以，總結一下，基督教裡的罪不是一份行為清單，而是一個底層的系統錯誤。在內核上，它是我們試圖搶奪弱權限，以自我為中心去定義善惡；在機制上，它是我們把有限的偶像強行塞進了無限的靈魂接口，最終導致了人生的全面崩塌。當一個系統面臨死機崩潰，而無法靠自我修復時，我們人類最大的智慧就是承認自己的有限性，停止折騰，讓那位真正的系統管理員來介入，進行一場生命的重啟。這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觀看，我們下次再見。